今年縣長選舉最精彩、最刺激，而且咬得最緊的，一定就是新北。我們看到3月初的時候，美島電子民調針對了李四川還有蘇巧慧，當時還算哦，如果今天是1對1的狀況下面，而且在藍白合的狀況下面，李四川大概贏蘇巧慧多少？1.1個百分點。現在經過了1個月，同樣的再問了一遍，也是美島電子報民調，也同樣問了同一個題目，結果現在2個人差1個百分點。2個人現在咬得非常緊。寶大哥沒有錯，這一次的民調呢，結果一刊出來之後，大家嚇壞。為什麼？因為首先跟上一次民調有一個很大的差別，上一次美島電子報在做的時候還是沙卡都，即便說2個人蘇巧慧跟李四川直接對決，那個時候他都有一個選項，也就是國民黨李四川如果跟黃國昌整合，但你仔細看，現在已經進入到短兵相接。換言之，最新的這份民調裡面完全已經沒有黃國昌，但是原本以為說那沒有黃國昌沒得選，那你就不能挑剔啦。不對，李四川的民調也沒有因為跟民眾黨直接完全的整合在一起之後，把蘇巧慧遠遠甩開。上次差1.1，就沒有想到你看到這一次的時候差到哪裡？大概將近只有1個百分點，而且你說他上個月1.1，這個月1%，也太緊了吧！而且你知道更怪的是什麼嗎？你如果仔細探到細部來去看，你會發現整個新北市將近快要11到12個選區。事實上呢，李四川贏的選區大概有多少？如果我們按議員選區來分的話，他大概至少贏了7個到8個選區。那代表什麼概念？代表說，即便這些選區贏，要麼呢是人口數相對來講沒那麼多，而蘇巧慧雖然只贏包括新莊在內有一些比較大的票倉，但代表一個概念，他在整個人口數裡面，這些多數也就是區域人比較多的地方，蘇巧慧反而佔優勢。但寶大哥，這個看完之後，你會說，李四川至少還有1%，對不對？搞不好還以後有得拼，不對，他有一個最大的隱憂。什麼隱憂？你知道隱憂在哪裡嗎？在於民進黨跟國民黨。當你今天呢問到李四川適合度跟蘇巧慧適合度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有一個概念，根本沒差多少。也就是民眾對於這2個候選人其實沒有太大的歧見，比如說李四川41.5，然後不適合呢21，蘇巧慧適合的還稍微多一點，不適合的也稍微多一點。但是你如果看到下一個，也就是他問到說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時候，來，寶大哥，我看到這個數據，我整個嚇壞了。國民黨繼續做市長什麼意思？我願意支持李四川，我願意支持國民黨連任，我要支持國民黨候選人，結果只有32%。然後結果換民進黨做做看，也就是改成民進黨願意投民進黨的，竟然有37.9%。這代表什麼概念？原本李四川距離蘇巧慧的差距至少有將近10個百分點，但是隨着政黨的包袱跟色彩，也就是當國民黨今天聲勢不斷的持續在往下墜的時候，李四川的民調也被國民黨跟着拖着走，而原本沒有那麼強的蘇巧慧，反而是因為在整個大環境跟民進黨持續上升的狀況之下，他的民調跟李四川開黃金交叉。但是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哦，李四川相對於其他的政治人物，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寶弟知道什麼嗎？什麼特色？他沒有什麼政黨色彩啊，所以他相對受到的衝擊影響較低啊。李四川啊，我就是 Hammer Lee， 我就拿這個鐵錘拱，我不管政治的啦，我不懂政治，所以他反而沒衝擊那麼重。但是如果未來隨着選情越來越激烈，兩邊開始在攻防，兩邊開始針鋒相對，兩邊的火車對撞的時候，那這時候很難講，因為李四川如果這個藍色的色彩再掛鈎濃一點，那不好意思，他跟政黨的選項呢會完全的幾乎快要 match 快我。而且現在還有一個說法，就是決定新北的這個選情跟民進黨推出的台北市長的人選有關係，因為他們也做了一條，就是說，現在所有的政治人物裡面，你去看到這些政治人物裡面，在整個新北的評價裡面，沒有想到蔣萬安最高，蔣萬安的這個滿意度、這個喜好度居然到了62.6%，盧秀燕48.7%，蘇貞昌48.5%，賴清德只有43.9%，其他根本不用講了，你都很難想象沈伯洋跟黃國昌2個最差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民進黨在台北市，你不能找一個人來牽制蔣萬安的話，那蔣萬安的效益可以外溢，他如果外溢到了新北，那就是對蘇巧慧最大的壓力了。台北市只要一好，或者是你讓蔣萬安施展手腳，我今天如果我躺着都選贏，我幹嘛？我到處去輔選，我去跟新北合作，我唱的說我們倆要選1+1，2個一起更好。所以在這前提的狀況下，民進黨對於人選現行在台面上的恐怕還沒有可以跟蔣萬安匹敵，畢竟他的現在的滿意度或者是好感度都還是最高的。所以如果這時候民进黨沒有出奇兵，或者沒有超出大家意外的，至少能讓蔣萬安深陷在自己台北市的戰場裡面，無暇顧其他的縣市，否則這個外溢效應一旦打開，很有可能蘇巧慧原本的優勢也會化作劣勢。好，另外我們看到，在這個民調裡面，他的好感度也分3、6、9等。當然，現在蔣萬安一枝獨秀，盧秀燕、蘇貞昌、賴清德都40%幾。注意到，從柯文哲開始就掉到只有2成，鄭麗文2成，你都很難想象，黃國昌的喜好度居然比鄭麗文還低。更可怕的是，沈伯洋的喜好度居然比鄭麗文跟黃國昌都還要低。那吳董，
你們這一次做的這個民調裡面，3月9號到11號你們做的同樣的民調，兩個人差了1.1個百分點，隔了1個月之後再做一次，居然只差1個百分點，當然幾乎沒有什麼變化，可以看出来說新北這2個人咬得非常緊。对，但是還是有變化。你剛剛看到一個換政黨做看啊，換民進黨做的時候，他有37點多，那蘇巧慧現在就35點多，所以換言之講，蘇巧慧大概有2點多%到3%左右的成長空間，因為他還有37%，就是政黨支持度。然後你再看到國民黨在新北市的話，要留給國民黨繼續做的話，就32%多，那李四川有35%多，所以李四川已經超過國民黨的高度了。對，所以一個是大於自己的國民黨，一個是小於自己的民進黨。對，所以換言之講，在後市來看的話，蘇巧慧要成長的一個機會會反而比李四川大一點。我剛剛講的這個整個這個趨勢。然後第二個，我們這邊還沒有看到，就是說在這一次的這個抽樣調查裡面就是我們有一個政黨表態度，就是那個受訪者會表態。那大概我大概用百分比來看的話，國民黨表態度大概2成左右，那民進黨大概3成左右，泛藍跟泛綠也都差不多差10%，也就是說，在勇於表態的是民進党的比較大快10%，就民進党比較有信心，对，那國民黨的就變成比較弱，就大家所以整個的盤在國民黨在這個新北來講的話，是弱於民進黨的盤，那這是很糟糕的現象啊。這個黨我們現在講，會不會這個策略上邊李四川跟這個蘇巧慧都是一樣，要選擇什麼呢？要去政黨化。对，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，我覺得注意到一個關鍵的就是鄭麗文。鄭麗文去了中國，大家覺得你被當笑話嘛，你被當車展小姐嘛，你被低規格的對待嘛。可是你就發現，在藍營的正統裡面，在藍營的筆桿子裡面，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看待。甚至今天我的好朋友陳嘉榮先寫了一篇，他說：“你不要小覷未來鄭麗文在整個藍營中的地位，搞不好他現在要選總統都沒有人擋得了了。”很多人會說啊，鄭麗文跑去習近平那邊卑躬屈膝，或者說變得像習近平的狗一樣。但你不要忘記鄭麗文當時有一首歌就講出了國民黨的一個核心意義。為什麼？他再什麼爛爛背他也是一隻獅子。他也是一隻中獅狗，但是國民黨現存裡面的政治人物，寶傑哥，你知道他們什麼嗎？是什麼？小綿羊。這鄭麗文講了嘛，一隻小綿羊來，我舉例給你聽。首先，你剛才講到那個社論，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我也認同。我認同在於哪裡呢？請問一下，鄭麗文是不是現在國民黨此時此刻聲量最高的一個政治人物？對，絕對是嘛。我跟你講，動輒你剛才講到說什麼忠實，對不對？相關系統裡面的影片呢，它要麼是50萬，要麼是100萬。我知道你都會講說可是問題是中共當然會操作網軍流量去灌啊，對，但沒有錯，但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麼呢？所有整個大數據流量裡面，鄭麗文具有話語權。也就是我今天講了什麼，它會成為新聞最大頭條。所以最可怕的是，我們外面的人覺得你是個笑話，對。可是他在這個國民黨內是唯我獨尊，對。而且你要注意你如果當時韓國瑜崛起的過程裡邊，你都非常清楚，你當得到中時聯合的這個加持之後，沒有人敢擋你。任何人要質疑的時候，你會被中時聯合的這個大爪子把你咬得屍骨無存。他在鄭麗文在選黨主席的時候，同樣的狀況，你當時想說鄭麗文怎麼可能選黨主席？得到了中時的加持，在得到聯合的加持的時候，同樣的狀況，任何人敢去質疑鄭麗文，同樣的，那個虎狼之爪就來了，把你咬得屍骨無存。所以萬馬齊喑，同樣的狀況，你就看到鄭麗文今天出來以後做了這麼多動作，大家都覺得你對年底的選舉是有不好的影響。有人反彈嗎？有人說不嗎？有人敢講話嗎？連盧媽一點聲音都沒了。對吧？人講一個重點嘛，國民黨這麼多縣市長，全台灣只十幾個縣市，他們現在是不是在面對年底選舉壓力以及縣市議員壓力？鄭麗文去到中國之後，來有沒有怕婆啊？有沒有說主席做得好，主席做得不好？完全沒有嘛。但反面的做不好總要罵，總要切割嘛。也不敢。大家幹嘛？裝作沒有這件事情，不要點到我，很怕被點兵點到。你今天鄭麗文來，各位，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為什麼？他如果今天他就像一個試金石一樣，他有聲量，有話語制定權，可以指導輿論的方向，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。反向對國民黨，當你看到中時，當你看到其他媒體，你覺得是笑話，對不对？但對於國民黨裡面的政治人物是不是笑話？不是，不是嘛？我若反過來逼宮，他直接上問，請問各縣市首長應該聲援鄭麗文的行動，作為一個黨應該有一致概念，請表態。這個3字一出來，然後媒體記者去賭說蔣萬安，那我問你，蔣萬安他什麼都不用回答，他被問到鄭麗文就好了。他會變怎麼樣？
給嘴變阿嘴嘛，他直接變尷尬，因為我今天表態說我跟鄭麗文切割，我會不會被清算鬥爭？會啊，我會被媒體，我會被流量，我會被聲量，我會被網軍相鬥爭。但是我如果講說我支持鄭麗文的話，我選票會不會崩盤？當然也會。所以鄭麗文是中國的一個試金石。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共諜，包括徐春英也好、何英路也好，不斷的強調說國民黨都把戰呢，國民黨都玩假的，虛情假意。所以現在很顯然，然後派一個鄭麗文來幹嘛？我要逼你國民黨吐出真心實意，就算你不愛我，你也要說愛我，否則我讓你萬劫不復。所以对，你知道吧？我覺得對現在的共產黨來講，他在台灣不是勝負問題，是路線問題。我覺得他今天叫鄭麗文來，是你要給我搞定路線。而且剛剛講，以前毛澤東講的10000年太久，只爭朝夕，我也沒有這樣，我可以時間慢慢跟你耗。論行動戰的意思就是，我就是跟你一直耗下去。寶哥，他現在沒有要跟你講說，哦，你要跟我天長地久，也不是跟你講說，很多人以為說啊，就是兩岸和平交流，不是那個走得過場。其實共產黨這一次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？你國民黨總是跟我講說，我們兩個的這種愛愛妹妹，一下跟我講說9·2共識啊，然後又不跟我講一中各表，然後又跟我講什麼，他就沒有。你現在把愛我這3個字說清楚，我是什麼？9·2共識，反台獨是什麼？愛。那我跟你講啊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什麼？你是把所有政治人物，今天鄭麗文是一個樣板。做一個黨主席，他一定要逼到你每個國民黨，我不管你是真心實意，你要把這個路線在您國民黨中央創造出來，而不是過去江啟臣那種，甚至想要棄中，甚至想要反中，甚至要走台派路線，也不是什麼一分為二，而是原本他們擔心說，可能在美國內部會把整個國民黨的親中路線瓦解的時候，我在一錘定音，一錘定音，另外一句話叫做定性定調。中共直接在國民黨內部定性調說，有一條路線叫做鄭麗文路線，叫做親中路線，叫做中國路線，叫做統一路線。問你，現在所有人都要表態，上還是不上這台車，沒有模糊的答案。所以提問重點就在中國社論忠實的社論裡面，鄭麗文的一錘定音。對，一錘定音。我要是國民黨，我嚇死了。一錘定音是在國民黨內的一錘定音，但是他在台灣有沒有辦法一錘定音，這是個問題。為什麼？一樣的道理，今天匈牙利的選舉剛出來。匈牙利右派拿走了，為什麼左派失敗？因為左派跟中國靠太近，左派這一個來講的話，也終結了他16年的這個執政。那現在的，因為他過往來講都是跟歐盟在作對，跟西方在作對。那習近平唯一到歐洲去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匈牙利，所以一樣啊，匈牙利也是把路線搞清楚啊，他的路線就是要走習近平這條路線，但是在選舉當中被拋棄了，被現在的國際潮流拋棄了。李在明也是啊，李在明現在也是找習近平路線呢、啊，那現在李在明在韓國那邊會不會被拋棄？所以鄭麗文我們知道他走的國民黨路線就是走很清楚，跟民進黨做切割了，很明明白白，沒有任何模糊空間。但問題來了，他到底能不能在台灣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，這就是一個問題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歡迎你抖內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。而你的超級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57台每晚9點，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。